跟我学看手相，最强手相解析，通过手相能够看到人的性格和命运。伸出左手，男女都看左手，左撇子看右手，正常右手写字拿筷子就看左手，左手代表先天命，右手代表后天运。手上有最重要的3条线：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。生命线的弧度越平缓越好，代表生命力越持久；生命线的长短代表生命力强弱。智慧线代表一个人的智慧，智慧线的长短代表思考问题时间的长短。智慧线越短越倾向于直觉，反应会比较快一点。智慧线长代表稳重，代表理性思维。生命线和智慧线离得近，代表通情达理。感情线代表一个人的情感，感情线短的人容易大喜大悲，容易上头；感情线长的人情绪比较稳定，感情线快速上扬，代表容易感情化。神秘十字线在智慧线和感情线中间有一个小十字线，有这种线的人都会被神秘力量所保护，有上天保护或者父母贵人保护。有十字线的人，吸引力法则会比较有效，心想事成，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如果无名指下面有一条竖的直线，叫金运线，金运线代表招财的能力；如果小拇指下面有条竖线，叫财运线，代表守财的能力。金运线和财运线一般不过感情线，如果穿过了感情线，代表金钱运比较好。还有一个与神灵相关的手纹叫佛眼，在大拇指的第一个关节上有一个像眼睛的纹路，叫佛眼。有佛眼不仅有神灵保护，而且特别有灵感，有灵性。手掌柔软，财运好。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，各方面才能都要强一些。下面介绍手掌上的八卦，把文王的后天八卦放到手上，如所图所示。乾卦在西北，坎卦在北方，艮卦在东北，震卦在东方，巽卦在东南，离卦在南方，坤卦在西南，兑卦在西方。手掌正中间是明堂，明堂要凹一点，平广，不能凸起来，水倒下来还有点水停在上面最好，这叫明堂。乾宫是祖宗，也主的是父母，这个角挺起来丰满，代表能够受到祖先的庇荫。对祖宗来说，代表祖上的风水很好。如果陷落扁扁的，代表和你父母相克；平落的话，代表和父母相处的不好。坎宫是一个人的祖业，落陷就是没祖业。饱满正官捧起来，代表来龙很旺，代表祖业兴旺。艮宫主田宅，捧起来代表田宅很多，也代表兄弟很多；扁下去代表兄弟很少。震宫管的是妻子，丰满代表妻贤，凹陷代表折损妻子。巽宫主的是财路，肉越多越丰满，代表财路兴盛。凹陷下去或者乱纹很多，要破财的。离卦位置主官禄，越挺越高，代表从官得禄，越大官位越大。坤宫的位置代表子女，平低低的扁扁的没有子女，捧起来子女贵。女孩子和男孩子不一样，男震宫黑黑的妻损，女坤宫黑黑的夫损。兑宫仆役，家人兴旺，人多代表家运昌隆，丰满人多。现在代表朋友，丰满朋友多。落陷下去扁扁的没有肉，代表朋友都不是很好，常常受到朋友的伤害。从手掌一路通到中指，叫天柱纹，发的是科甲，纹路细，很清秀，人很正。手横纹多，心横；手纹深，很复杂，代表心机深。手纹偷到手背上来，破祖业破财很凶。手纹要细腻，手纹一点点，心似沉浮，很憨厚。手纹纹路要柔，很秀气。手很润泽，纹路细而且明，看不到手纹那是愚昧。指甲看胆气，太阳在上面，旭日东升，太阳没有了，胆小。指甲干枯枯的，代表懦弱。指头如锤，一辈子辛劳。鱼丸个性很顽强。人瘦，手掌肥，小气，不漏财。人肥，长瘦瘦的，没多少财。手掌上可以看到休门、生门、伤门、杜门、景门、死门、经门、开门，叫奇门。休门在坎宫，生门在艮宫，伤门在震宫，杜门在巽宫，景门在离宫，死门在坤宫，经门在兑宫，开门在乾宫。开门要红润，在乾卦地方，这个地方红润，说明他此时出入，不管是求财求官都很吉利，用兵投资都是大吉。休门和开门一样的意思，唯独伤、杜、景、死、经这5个门，看到颜色有青色，有暗的话，都是有破耗伤身，再到偷窃。奇门都是看气色为主，上面那几个地方黑黑的，破财。